大家好啊，我是戴红，好久没讲猫了哈。之前咱们讲了很多可爱的家养宠物猫，其实呀，现今所有的家养猫都属于一种动物，是野猫的一个亚种。在人类社会里，比较可爱温和的猫到了野外会立刻回归老本行，转变成恐怖如斯的小动物杀手。今天呢，咱们来讲几种野猫的亲戚，可爱程度爆棚，然而猎杀能力同样强大的可爱杀手小猫。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名鼎鼎的豹猫属的豹猫，又名石虎，是分布最广的亚洲小型猫科动物，在整个亚洲的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都有它的身影。豹猫当真算得上是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大约5000年前就走进了当时我国古人的生活。在现今家猫的祖先来自中亚的野猫传入中国之前，豹猫一直是我国古人最熟悉的小猫最熟悉的大猫当然是那位大虫了。豹猫体色多变，北方的豹猫普遍偏浅银灰色，南方的豹猫毛色更偏向橘黄色和棕色。它的体型和家猫相似，但是四肢呢更长，整体看上去像是一只瘦长鬼影化的豹子，适应性很强哈。在低地热带雨林、干旱的针叶林、温带树林、农田附近以及岛屿周围都能很好的生存。指尖带有蹼，很擅长游泳，在苏门答腊岛附近经常有豹猫在小溪中玩耍。除了善于游泳之外，豹猫还很擅长攀爬，有很强的树栖性。在一些棕榈种植园内，豹猫如同把查克拉居在脚底一般，在棕榈叶之间来去自如啊。食补方面，豹猫的胃口很好，多种小型哺乳类、蜥蜴、两栖动物、鸟类和昆虫等它都来者不拒，特别是啮齿类的各种鼠属是豹猫的最爱。在发现老鼠之后，豹猫会开启高速移动，一个偷袭咬住老鼠命运的后脖梗，然后将其大快朵颐。大部分时候豹猫独居，而雄性豹猫的领域通常会和1个到多个雌性豹猫重合，然后它们之间会你懂得。妊娠期60到70天，一胎能生1到4个幼崽。除了和自己人交配之外，豹猫还能和家猫进行结合。我们非常熟悉的宠物猫品种孟加拉豹猫正是二者相结合的后代。在1963年，天才猫繁育专家基恩米尔女士成功的将一只豹猫和一只家猫进行了杂交。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一些科学家希望用来自亚洲的豹猫和短毛家猫交配，将野生猫科动物对猫科白血病的天然免疫力注入宠物猫的血脉之中。1975年，医学教授威拉德·森特沃尔将一窝用于猫白血病研究而生的杂交豹猫送给了基恩米尔。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米尔成功的培育出了现今的孟加拉豹猫。这些豹猫身披绚丽的大理石虎斑皮毛，体格健壮，肌肉发达，而且性格友好。在刚出现的时候，甚至被称为小狗猫。可见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亲人的哈。来自非洲南部的黑足猫是体型最小的猫科动物之一，长相十分可爱哈，几乎集齐了所有能让智人感到可爱的因素。有着圆圆的耳朵、大大的眼睛和短短的尾巴，整个形象是非常卡通。体长35.3到52厘米。体重1到2.45千克。它们虽然叫黑足猫但其实这个名字多少有些误导性。黑足猫只有足底和足垫是黑色，脚背的毛色和体色相同，呈现出浅黄褐色。黑足猫十分耐干旱，通常栖息于有一定植被覆盖的干燥开阔地区。由于这些区域的植物和岩体很少，所以黑足猫主要在黑夜行动，捕杀那些陷入黑暗中的猎物，是名副其实的暗影猎手。它们的捕猎技巧是相当高超，在发现猎物的时候，会整个身躯紧贴地面，然后用近乎静音的方式缓慢地靠近猎物。在距离合适的时候，黑足猫会发动突袭，将猎物击杀。有时候也会守株待兔，在猎物的洞穴旁打坐冥想。可是它们会闭上眼睛，如同睡着了一般，然而耳朵会不断转动，如同在探测信息的雷达。当猎物出现了动静，黑足猫会立刻睁开双眼开始狩猎。当然哈，假如它的耳朵也不动了，那可能确实睡着了。由于生存环境周边十分缺水，所以黑足猫所需的大部分水分都从猎物身上获得。多么血腥的小可爱！相比其他大部分猫科动物，黑足猫属于是很地道的那种类型。它不喜欢攀爬和跳跃，是标准的地面系选手，对挖洞和寻找洞穴是十分擅长。有时候懒得挖了，也会寻找跳兔、豪猪以及非洲史诗级大冤种土豚的洞穴来睡一觉。在土豚的洞穴里，咱们能见到除了土豚之外的一切动物。在食补方面呢，黑足猫堪称是家门鼠鸟虫的专项杀手，大部分食物由啮齿类、鸟类和昆虫组成，偶尔会吃一些兔类。在捕猎鸟类的时候，黑足猫仿佛长出了翅膀，它们娇小的身躯跳跃达到1.4米高、2米远，在半空中把鸟类抓住，然后在落地之后迅速咬杀，整个过程是十分的冷酷利索，小鸟们泪目了哈。值得一提的是，黑足猫捕猎频率很高，而且成功率也很高。在一整晚的狩猎过程中，平均每50分钟便会捕杀一只鸟类或者哺乳动物，成功率高达60%，一晚上能捕杀猎物达10只以上。可能是这些猫强悍的捕
捕猎能力和可爱的外貌，让他们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致在一些久远的记载中，人们会不自觉夸大黑足猫的狩猎能力。比如说有些记载提到，黑足猫会像电影里的异形那样，动用重达1公斤多的身躯，抱着牛马羊的脖子疯狂啃咬，然后用锋利的牙齿刺穿猎物的颈动脉将其单杀。那这个咋说呢？虽然确实有些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在非洲南部原住民不须慢人的记载里，那更是重量级。传说中，黑足猫曾一跃而起，抱着长颈鹿的脖子啃呐，然后将一个5米高、1吨重的长颈鹿给单杀了。这确实有点让人难以信服哈。面对如此可爱的黑足猫，让大家远观即可，因为它的行踪诡秘，性格孤僻，而且对气候的要求很严格，很难在原产地之外的其他地区饲养。假如生活的地区不够干燥，会很容易水土不服，感染上呼吸道疾病和肾脏疾病而死。沙猫的长相十分卡通哈，主要分布于中亚和北非。曾经很多人认为沙猫是波斯猫的祖先，因为二者的足垫下部都有一层浓密的体毛。然而啊，后来这个说法是不了了之了。体长39到52厘米，体重1.35到3.4千克。沙猫主要栖于荒漠地带，植被稀疏的沙瘠和平坦开阔的沙丘是沙猫的主要登场地点。从脸颊到身躯都长满了浅黄色的毛发，在冬季毛发会更加浓密，这能帮助它们抵御沙漠地带恐怖的低温。在位于中亚的卡拉库姆沙漠，夏季气温最高可超过40摄氏度，冬季气温可低于-25摄氏度。沙猫会在最热和最冷的时候躲进地洞中避险。正如前文所说，沙猫的脚底和脚趾间长有浓密的毛发，这仿佛给沙猫的脚部穿了一个大毛靴，能隔绝炽热的沙土，还能在行走的时候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这种在沙漠地带自由行走的强大能力，配合着沙猫巨大耳朵带来的强大听力，使得它们成为了沙漠中强悍的捕食者。它们会以小型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为食，有时候也会吃一些甲虫。相比于守株待兔沙猫更喜欢在行进中搜寻猎物，有时候一夜之间甚至能行进超过10公里。像黑足猫一样，沙猫同样是传奇耐旱王。大部分时候只需要从猎物体内获取水分，而且沙猫可能还更耐渴一些。在能吃到新鲜鸟类、啮齿类的情况下，沙猫能在2个月内不喝1滴水，十分强悍哈。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战斗爽的黑足猫，沙猫属于是相当的温顺。在科研人员靠近它的情况下，它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攻击性，并且对人类的反应也很轻微，并没有其他猫科动物那么谨慎。这可能是因为在沙漠地带，它实在是没见过多少大体型动物。虽然在某些地区，沙猫会被金雕、呼狼和灰狼捕食，但这些情况还是太少了。大部分时候，沙猫几乎没有任何天敌，所以对智人毫无反应也情有可原。比较搞的是，那些被智人养大的沙猫，攻击性反而比野生沙猫更强。可见对于很多动物来说，还是自然成长环境下心理会更健康。关于3种小猫的介绍，在这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能点个3连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是普通一天，加油吧，大家！